我刚要签下和离书的时候，面前忽然出现一排文字。男主明明心里在意，偏偏嘴笨不会说，急死人了。女主受委屈了，换谁都会想和离吧。男主这脸色看着就不好，估计心里也不好受。我看着这些文字，看着对面这个义妹沈清瑶遭难，让我和孩子在山中短暂失散的男人，愣住了。沈燕慈面色沉郁，看着我低头要签下和离书的样子，指尖微微蜷缩，却没立刻阻拦。和离之事，容我想想。你若实在不愿住在这里，我先安排你去别院，一切等我处理好再说。成亲之后，他向来内敛，少言寡语，鲜少表达心意。就连我们的女儿沈念清出生，他也只是默默安排好一切，不曾说过一句软话。他唯一多谢照拂的是那个曾经被报错，如今身世曝光的义妹沈清瑶。就当我攒够失望要与他和离时，面前却出现了这些文字。成亲3年，沈燕慈待我相敬如宾，却少了几分夫妻间的热络。说他心里在意我，我实在不敢信。当初嫁给他时，我也是动过心的，终究还是忍不住开口。沈燕慈，你以后能不能让沈清瑶守些分寸，别总搅和我们的日子？听到这话，沈燕慈微微皱眉，却没了往日的不耐烦。清瑶身世曝光后，被京中人指指点点，前日又遭纨绔子弟刁难推搡，心绪郁结，行事难免莽撞。我多照拂几分，也是念着往日情分，并非偏私。你若不喜，我会让他少来世子府。我心里还是发酸，面对我，他永远是这般客客气气。这样的人真的会在意我吗？昨日上香祈福，沈清瑶半道上因崴脚无法行走，仆从恰好在前方探路，他一时情急，让我和念青先下车在路边等候，自己送沈清瑶先行回去医治。谁知安排的仆从中途寻找避雨处，与我们失散了半个时辰，虽未走远，却也让我和念青受了些凉。念青回来后便低烧不退，至今还昏昏沉沉。我彻底心冷，刚欲签下和离书，下人却匆匆赶来。世子爷，清瑶小姐做了噩梦，哭着喊您，身边没人劝得住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又是这样，沈清瑶总能轻易牵动他的注意力。从昨日到现在，他虽守过念青一阵，却还是被各种事情牵绊。念青醒着时，也曾小声问我：娘亲，爹爹是不是不喜欢亲亲？男主也是难，一边是受了委屈的义妹，一边是生气的妻女，两头难顾。清瑶也是可怜，但不能总拿自己的委屈麻烦别人啊。男主快轰轰女主和女儿吧，光靠嘴说没用的。我看着这些文字，轻轻笑了笑。若是他的在意只能从这些文字里窥见，那这样的在意不要也罢。他从未真正站在我和念青的角度考虑，只让我们受着这些莫名的委屈。沈燕慈看了眼桌上的和离书，又看了眼我，神色复杂。我去就回，婉清和离的事等我回来，我们好好谈。念青那边我已经让大夫守着了。说完便跟着仆人匆匆出去了。我和沈燕慈刚成亲时，虽谈不上浓情蜜意，却也相敬如宾。他会记得我的喜好，会在节日时安排小惊喜，日子也算安稳。那时他亲手为我布置了晚香院，院中栽满桂树。他说桂香入夜绵长，如情意不散，还道桂香在，我们的情谊便在。如今想来，不过是一句空话。可自从沈清瑶的身世曝光，一切都变了。沈清瑶变得敏感又脆弱，总觉得旁人都在议论她。沈燕慈若不陪着她，她便会独自垂泪，说自己无依无靠。她时常来世子府，做事莽撞，总不经意间惹出些麻烦。每每这时，沈燕慈总会叹着气劝我：清瑶她心里苦，行事没个分寸，你多担待些，我会说她的。沈清瑶的苦难从不是我造成的，可沈燕慈却总让我一忍再忍。府里的下人难免拜高踩低，背地里偶尔会说我性子软，连个义妹都管不住，配不上世子妃的位置。有一次，我出门置办东西，沈清瑶来府里找沈燕慈，恰逢念青独自在院子里玩，她不知念青对桂花蜜过敏，随手拿块桂花糕递给念青。等我回来时，念青已经起了一身轻微红疹，头晕乏力，正靠在奶娘怀里休息。我慌乱地抱着念青请大夫，大夫说只是轻微过敏，服上药便会好转。可我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，心里又气又疼。回去时，正看见沈燕慈皱着眉斥责沈清瑶：府里的规矩都忘了，念青的身子你不知晓，中秋刚过，青青吃桂花糕过敏的事你也忘，下次再这般莽撞，便别再来世子府了。沈清瑶红着眼睛掉眼泪，见我进来，更是委屈的低下头。嫂嫂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青青对桂花蜜过敏。我压着怒火，第一次当着沈燕慈的面沉下脸说话。念青虽无大碍，但也受了罪。沈燕慈，我不求你苛责沈清瑶，只求她今后少来世子府，别再让念青受这种无妄之灾。这要求过分吗？沈燕慈看着我泛红的眼眶，神色愧疚，拍了拍沈清瑶的背，让她先回去，随后转身对我柔声说：是我疏忽了，
没提前叮嘱好他。我已经说了他，今后我会让他安分待在沈府，不会再让他来打扰你们母女。你别气了，念青那边我亲自守着。那些叫弹幕的文字此刻也在屏幕上跳动。男主终于硬气了一次，早该这样了。青瑶就是太莽撞了，该受点教训。女主生气太正常了，换谁看着孩子受罪都忍不了。那晚我照顾完念青，想着沈燕慈今日的态度，心里的火气消了些，便想去书房找她谈一谈。那时我还对她存着期待，想着只要她能守着今日的承诺，好好待我和念青，日子总能过下去。可走到书房外，却看见沈清瑶从背后拉住沈燕慈的衣袖，哭着说：哥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真的只有你了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站在门外等着沈燕慈的回应。沈燕慈轻轻推开他的手，语气严肃却带着几分温和。我从未不要你，只是你要学会懂事。婉清和念青是我的家人，你不能总让他们受委屈。你若实在孤单，我会安排女伴陪你，别再这般任性了。沈清瑶抬头看见门外的我，脸上闪过一丝窘迫，低着头匆匆跑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心里的石头轻轻落了地，只是那点暖意终究抵不过过往的寒凉。娘亲，爹爹回来了吗？念青醒过来时已是傍晚，烧退了，精神好了些，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，语气里带着期待。今日是念青的生辰，往年沈燕慈总会提前准备好礼物，虽有时因公务不能亲自陪她，却也从不会忘。爹爹处理完事情就回来了，肯定记得青青的生辰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柔声安慰。正说着，沈燕慈推门进来，神色带着几分疲惫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锦盒。今日京城有公务，耽搁了些时间，念青生辰快乐。他走到床边，把锦盒递给念青，又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。烧退了就好，是爹爹不好，来晚了。念青立刻笑了起来，接过锦盒拆开，里面是一只小巧的玉桂簪，簪头雕着玲珑的桂花，正是他前几日在首饰铺门口多看了几眼的那款。还好男主没忘生辰，还记着女儿的喜好，不错不错。这玉桂簪选得挺用心，还呼应了婉香院的桂树，看来是真的放在心上了。这下母女俩该消气了吧？男主还是有诚意的。沈燕慈看着念青开心的样子，又转头看向我，神色带着歉意。之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和念青受委屈了。青瑶那边我已经安排他去沈府的别院静养，身边派了人看着，不会再让他来打扰我们了。顿了顿，他又道：还有和离的事，我从未想过要和你和离。婉清成亲3年，我性子内敛，不会说甜言蜜语，可你和念青从来都是我最在意的人。之前是我被琐事牵绊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又看了看身边开心的女儿，心里的那道坎似乎松动了些。可还没等我开口，沈燕慈又道：青瑶的郁气还是很重，大夫说换个环境或许会好些，想让他来世子府的北院小住一段时间，北院偏僻，不会打扰到你们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他那边也派了专人伺候，不会让他随意走动，你看。我的心又沉了下去，终究还是这样，他永远会为沈清瑶考虑，哪怕只是偏僻的北院，也是让他踏进了这个家，踏进了我和他的生活。念青听不懂大人之间的纠葛，只以为爹爹是真心陪他过生辰，拉着沈燕慈的手撒娇。爹爹，我们一起吃长寿面好不好？娘亲煮的面可好吃了，还有娘亲做的桂花酥，爹爹也尝尝。沈燕慈笑着点头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恳求。我终究还是点了头，只是心里清楚，这份期待或许又要落空了。那只玉桂簪的暖意也瞬间凉了下去。第二日，沈清瑶便住进了北院，身边跟着2个嬷嬷。沈燕慈特意吩咐，没有她的允许，沈清瑶不得踏出北院半步。可即便如此，沈清瑶还是不消停，她让人来传话，说世子府的婉香院桂花香太浓，飘到北院让她心烦，夜里睡不好，想让沈燕慈让人把婉香院的桂树枝剪了。婉香院是我嫁进来时沈燕慈亲手为我布置的，院里的桂树也是她亲手一株株栽下的。她曾说桂香不散，我们的夫妻情谊就在。如今已是秋末，桂树虽落了些花瓣，却依旧香远益清，那是我在这冰冷世子府里唯一的念想。我看着院里的桂树，心里一片寒凉。沈燕慈来找我时，神色带着几分为难。婉清，青瑶她说桂花香让她心绪不宁，大夫也说她需静养，不如就让人把花枝剪了些，等她走了，我们再重新打理，好不好？男主这是又犯糊涂了。婉香院对女主意义不一样啊，那是他们的定情之地。青瑶也太过分了，住北院还挑3拣4，真当自己是大小姐了。女主别妥协啊，
这不是花的事，是态度的事。我看着沈燕慈，一字一句道：这桂树是你栽的，你说过桂香在，情谊就在。如今你要为了沈清瑶剪了它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间的情谊也该断了？沈燕慈脸色一白，连忙道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他比我重要，对吗？我打断他的话，拿起桌上早已写好的和离书。沈燕慈，不必再勉强了，这和离书我签好了，你若同意，便签上你的名字，从此我们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沈燕慈看着和离书，神色慌乱，伸手想拉我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沈燕慈终究是不肯签和离书，只说让我再想想，他会处理好沈清瑶的事情，不会再让我受委屈。可我已经累了，不愿再等，也不愿再信。我让人收拾了东西，搬到了世子府最偏僻的别院，这里远离主院，也远离北院，闻不到晚香院的桂香，也听不见沈清瑶的哭闹，终于能落个清静。每日看着下人们来来往往，为沈清瑶送着各种精致的吃食和摆件，心里却再无波澜。成亲数年，沈燕慈得到稀世珍宝时，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沈清瑶。我从未收到过她一份用心的礼物，就连念亲的东西也都是我亲自置办。那只玉桂簪不过是她为数不多的用心，却终究抵不过她对沈清瑶的纵容。那些弹幕还在为她辩解，男主也是没办法，毕竟清瑶救过他，欠着人情。男主只是嘴笨，心里肯定是在意女主的。等清瑶走了，男主肯定会好好补偿女主的。可我已经不在乎了，人情归人情，夫妻情分归夫妻情分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他的愧疚不该由我和念青来承担。入夜，我送看完诊的大夫出府，路过北院时，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。哥哥，你为什么总护着苏婉清？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是沈清瑶的声音，带着委屈和不甘。沈燕慈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，却还是压着脾气。你是我义妹，婉清是我妻子，念青是我女儿，你们都是我要照拂的人。可你不能总无理取闹，让婉清受委屈。我就是无理取闹又怎样？沈清瑶哭着说：我喜欢你，我不想只做你的义妹。我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你？我脚步一顿，心里竟没有丝毫意外，只觉得可笑。他的喜欢从来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委屈之上，这样的喜欢太过自私。你年纪还小，不懂什么是喜欢，只是把依赖当成了情谊。沈燕慈的声音严肃起来。我只当你是妹妹，从未有过其他心思。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，好好在北院静养，别再胡思乱想。我不！沈清瑶大喊。我就是喜欢你，如果你不和苏婉清和离，我就离开沈府，随便找个乞丐嫁了，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我。你敢？沈燕慈的声音带着怒意。你若敢胡来，我便再也不管你了。紧接着便是沈清瑶的哭声，再无其他话语。清瑶这是把依赖当成爱了，太傻了。男主这次说的对，就该明确拒绝，别给他希望。女主别听了，赶紧走，这家人太糟心了。我收回目光，快步走回自己的别院，心里的念头愈发坚定，必须和离，带着念青离开这里，回姑苏去。那里有父母留下的小院，有满城桂香，没有沈燕慈，没有沈清瑶，只有我和念青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然而第二日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个地痞流氓拿着一块绣着桂竹纹的手帕，跑到世子府门前大闹，说与沈清瑶私定终身。这块手帕是沈清瑶送他的定情信物，如今沈清瑶想反悔，他便来讨个说法。桂竹纹是沈府的专属纹样，寻常人家绝不会有。一时之间，京城里议论纷纷，都在指责沈清瑶行为不端，有失体统。沈清瑶哭着扑进沈燕慈怀里，说自己根本不认识那个地痞，是对方故意碰瓷，伪造手帕陷害他。沈燕慈抱着他，沉下脸道：别怕，有我在，我定会查清楚，还你清白。他立刻让人去调查，很快便查到那地痞是见沈清瑶身世曝光后，觉得他好欺负，又看沈府势大，想碰瓷讹钱。手帕也是他仿照沈府的桂竹纹伪造的，只是纹样绣的残缺，一眼便能看出破绽。沈燕慈当场让人拿下地痞，送官查办，又当着京城百姓的面澄清了此事，还了沈清瑶清白，也护住了沈府的名声。全程他从未想过要牺牲任何人，更没有抹黑我的名声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丝毫动摇，和离的念头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。晚香院的桂树还在，可那份情谊早已散了。事情平息后，沈燕慈来找我，神色带着几分轻松，以为我会消气。婉清，事情查清楚了，是地痞碰瓷，清瑶是被冤枉的，如今一切都好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和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
好不好？我看着他拿出早已签好的和离书，放在桌上。沈燕慈，事情查清楚了，是好事。可这和离书，我还是希望你能签了。沈燕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拿起和离书，一把扔在地上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和你和离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青瑶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也保证她以后不会再打扰我们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不是不满意，是累了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。成亲3年，我总在等你看到我的委屈，等你好好待我和念青。可我等了这么久，等来的只有一次次的失望。你心里装着沈清瑶，装着沈府的责任，装着所有的人，唯独没有把我和念青放在第一位。我要的是一个真心待我，护着我和念青的夫君，一个能让我们母女安心过日子的家，而不是一个永远把我们放在第2位的世子爷。沈燕慈，我们不合适，不如就此别过。沈燕慈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受伤和不解。我哪里没护着你们？我为了你斥责青瑶，限制她的自由，为了你拒绝了所有的莺莺燕燕。我只是你做的一切都不是心甘情愿，只是出于责任，出于愧疚。我打断他，这样的感情我不想要。正说着，下人匆匆进来通报，世子爷，青瑶小姐在北院哭着不吃饭，说心里委屈，还说若是嫂嫂不肯原谅她，她便一直绝食。沈燕慈皱了皱眉，看了我一眼，神色犹豫。又来了，青瑶怎么总这样，拿自己的身体要挟人？男主别去，女主才是最重要的。女主快醒醒，这男的根本改不了，赶紧走。我看着他犹豫的样子，心里最后一丝念想也烟消云散了。他终究还是放不下沈清瑶，哪怕只是一次，他也从未把我和念青放在第一位。你去吧，我不拦你。我语气平淡，只是沈燕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和离的事，你若不签，我便带着念青离开京城，回姑苏去，从此天涯海角再无瓜葛。沈燕慈咬了咬牙，终究还是转身走了。我去就回，婉清，你别胡思乱想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好好谈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轻轻笑了笑，早已做好了决定。我回到房间，收拾了简单的包裹，里面装着我和念青的衣物，还有一些积蓄，都是我这些年慢慢攒下的，还有那只玉桂簪，我也一并收了起来，那是念青的生辰礼，与沈燕慈无关。我走到念青的床边，轻轻摸了摸她的头，青青，娘亲带你回姑苏，回我们的家，那里有满城的桂花香，还有娘亲做的桂花糕，好不好？念青似懂非懂，点了点头，抱着我的脖子。娘亲去哪里，青青就去哪里，只要和娘亲在一起，青青就开心。我牵着念青的手，趁着世子府上下都在忙着照顾沈清瑶，悄悄从侧门离开了。走出世子府的那一刻，我只觉得浑身轻松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京城的风再冷，也吹不散我归乡的期待。我牵着念青，踏上了前往姑苏的船。姑苏是我的故乡，那里有父母留下的小院，山清水秀，桂香满城，没有纷争，没有沈燕慈，没有沈清瑶，只有我和念青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师傅，开船吧，去姑苏。我笑着说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姑苏是我的故乡，一别多年，再次回来，只觉得无比亲切。船行得很快，傍晚时分便到了姑苏，一路走到父母留下的小院，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。院子里的老桂树还在，只是比往年粗壮了些。秋风一吹，细碎的桂花落在地上，铺了一层金黄。看着这熟悉的一切，闻着浓郁的桂香，我才真真正正觉得自己活过来了。终于离开京城了，女主太勇敢了。姑苏好啊，桂香满城，山清水秀，适合女主和女儿过日子。男主这下该着急了，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这些文字还在眼前跳动，可我已经能平静地无视了。他们不懂我的委屈，也不懂我的选择。我只知道，从今以后，我只为自己和念青而活，为着满城桂香而活。我打扫了院子，收拾了房间，把老桂树的花瓣扫起来，晒在廊下，想着等晒透了，便做桂花酿，做桂花酥，都是念青爱吃的。晚上，我做了一桌热腾腾的饭菜，有姑苏的特色酱鸭，有清甜的桂花藕，没有世子府的奢华，却满是烟火气，满是家的味道。念青坐在桌边，吃得津津有味，看着我道：“娘亲，这里真好，有桂花香，饭菜也好吃，青青喜欢这里。”喜欢就好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心里暖暖的，眼眶却微微泛红。爹娘若还在，看到念青，定也会很开心。休息了几日，我便考虑起生计的问题。手里的积蓄虽够花一阵子，可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。我从小跟着母亲学做桂花点心，
一手桂花糕、桂花酥的手艺练得炉火纯青。母亲在世时，我们家的桂花糕在街坊邻里间小有名气。不如就重操旧业，开一家桂花铺。我拿出一部分积蓄，在离家不远的平江路上支起了一个小铺子，挂了个牌匾，写着晚清桂花铺，卖些桂花糕、桂花酥、鲜肉包，还有自酿的桂花酿，味道鲜美，价格实惠，很快便吸引了不少客人。乡里邻居都很热情，见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都常来照顾生意。熟客们都喊我苏娘子，偶尔也会打趣说我的桂花糕是姑苏城里最香的。日子过得忙碌却充实，我几乎要忘却了世子府的生活，忘却了自己曾经是沈世子妃。可我没想到沈燕慈会千里迢迢追到姑苏来。那日我正在铺子里忙活，给客人装桂花酥，忽然听到一阵嘈杂声，抬头一看，沈燕慈带着一群下人浩浩荡荡地站在我的铺子前。她面色憔悴，眼底带着红血丝，显然是许久没休息好了，一身锦袍也沾了些风尘，没了往日的金贵。晚清，你为何要走？你可知这几日我找你找得快要疯了？他看着我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无尽的疲惫和焦急。男主肯定找了好久，看这模样，心疼了。男主这次是真的慌了，知道失去女主了。女主别心软，她早干嘛去了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平淡。沈世子，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我去哪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没关系？沈燕慈上前一步，想拉我的手。你是我的妻子，念青是我的女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会没关系？晚清，跟我回去，好不好？沈府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晚香院我让人重新打理好了，桂树也好好养护着，青瑶我已经送回沈府的老家，让他跟着长辈生活，再也不会让他打扰我们了。周围的邻居都围过来看热闹，指指点点。我不想被人围观，也不想让念青受到惊扰，只好拉着沈燕慈回到了小院。他看着小院简陋的布置，院里的老桂树，还有廊下晒着的桂花，皱了皱眉。你就带着念青住这种地方？晚清，赌气也要有个限度，你是世子妃，不该过这样的日子。我听着这话，瞬间怒了，拿起桌上的桂花茶盏，狠狠摔在地上。茶盏碎裂的声音让沈燕慈愣了愣，桂花茶的清香散了一地。沈燕慈，你凭什么说我是赌气？我看着他，红了眼眶。在你眼里，我离开你就是赌气？那你可知，在沈府的3年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为了沈清瑶，让我和念青在路边等候，让他受冻低烧。你明知沈清瑶莽撞，却还是让他来府里，让念青桂花蜜过敏受罪。你永远把沈清瑶放在第一位，从未考虑过我和念青的感受。你说你爱我，说我是你的妻子，可你的爱在哪里？是让我一次次受委屈，还是让念青一次次受伤害？沈燕慈，你不配当念青的爹，更不配当我的夫君。沈燕慈被我说的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晚清，我知道，从前都是我的错，我混蛋，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亏待了念青。可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会改，我会好好补偿你和念青，我会做一个好夫君，好爹爹。男主终于认错了，态度还挺诚恳。女主别轻易原谅他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我看着他悔恨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有无尽的疲惫。沈燕慈，太晚了，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不需要你的补偿，也不需要你的爱，你走吧，不要再打扰我和念青的生活。我们只想在姑苏守着这桂香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我推开他，径直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请你离开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瓜葛。沈燕慈看着我，眼里满是绝望和受伤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还是转身走了。那日，姑苏下起了小雨，淅淅沥沥的打在桂树上，落了一地花瓣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她撑着伞站在雨里，久久没有离去，心里却再无一丝波澜。我本以为沈燕慈碰了壁便会回京城，从此不再打扰我的生活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在我隔壁买下了一座院子，住了下来，还放下了世子的身段，每日都来我的桂花铺帮忙。他不会揉面，不会做桂花糕，就连装点心都笨手笨脚，只会帮忙收碗筷、擦桌子，偶尔还会打碎瓷碟，惹得客人发笑，脸上却没有半分不悦，依旧默默做事。我对他视而不见，不理不睬，他却依旧日复一日坚持着。男主这是铁了心要追妻了，够执着。男主笨手笨脚的样子还有点可爱，女主还是不为所动，干得漂亮。一日，我正在铺子里忙活，刚出炉的桂花糕冒着热气，
一个少年郎笑眯眯地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2盒姑苏特色的梅花糕，递给念青一个。青青，吃梅花糕。又递给我1盒。苏娘子，近日生意不错啊，刚出炉的梅花糕，尝尝鲜。这少年是扬州刺史的儿子江景恒，来姑苏探亲，偶然来吃了我的桂花糕，觉得味道绝佳，便常来光顾，久而久之便熟络了。他性子开朗，为人热情，见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忙前忙后，常来帮我搭把手，搬东西，看铺子，很是照顾我和念青。沈燕慈见江景恒对我和念青如此亲近，瞬间警觉起来，放下手里的抹布，挡在我面前，面色冷峻地看着江景恒。你是谁？为何总来接近他们母女？江景恒挑了挑眉，看向沈燕慈，丝毫没有惬意。我是苏娘子的朋友，江景恒。倒是你，是谁？天天赖在这里，苏娘子都懒得理你。我是他的夫君。沈燕慈咬牙道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怒意。他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照拂。夫君。江景恒笑了，眼底满是不屑。苏娘子说，她的夫君早就留在京城了。怎么，你是哪里来的骗子，想冒充沈世子？苏婉清。沈燕慈拽着我的胳膊，力道不小，语气里带着怒意和委屈。你就这么想和我撇清关系？闹脾气也该够了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手腕被捏得生疼，冷冷道：沈燕慈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不是闹脾气，我是真的想和你划清界限。你和沈清瑶的事情我不管，念青你从前不珍惜，我也带走了，我只希望你能遵守承诺，不要再打扰我和念青的生活，这很难吗？我没有不珍惜念青。沈燕慈急道，眼眶微微泛红。我只是从前忽略了他，我现在想弥补。我想做一个好爹爹，婉清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江景恒挡在我面前，对着沈燕慈道：苏娘子都说不想见你了，你还在这里纠缠不休，算什么男人？赶紧走，别影响苏娘子做生意，也别吓着孩子。沈燕慈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江景恒，僵持了许久，终究还是不甘地走了。临走前，还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满是落寞。午时，我收了铺子，带着念青回家，刚推开院门，就看见沈燕慈蹲在院子里，面前摆着一大堆吃食和玩具，有念青爱吃的桂花糖，有精致的布娃娃，还有一套小巧的笔墨纸砚，都是念青喜欢的。他见我回来，连忙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念青。青青，这些都是爹爹给你买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爹爹知道从前忽略了你，爹爹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爹爹，给爹爹一个弥补的机会？念青看着他，又看了看那些东西，皱着小眉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躲到了我的身后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角。沈燕慈见状，又连忙道：青青，爹爹以后会天天陪着你，陪你去平江路逛市集，陪你放纸鸢，陪你做桂花糕，好不好？爹爹会学着做你爱吃的一切，再也不会忽略你了。我走过去，把念青护到身后，看着沈燕慈。沈燕慈，你不必这样，念青从小跟着我，没有你也一样长大，他不需要你这样迟来的弥补，你的亏欠不是靠这些东西就能弥补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亏欠了你们母女太多。沈燕慈的声音带着哽咽，眼眶红了。婉清，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，只求你让我留在姑苏，让我守着你和念青，让我用余生来弥补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世子的身份，在这里陪你开桂花铺，陪你过平凡的日子，只要能守着你们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看着他满眼的悔恨和恳求，心里有一丝触动，可那点触动终究抵不过过往的伤痛。我摇了摇头，沈燕慈，不必了，我和念青的日子已经步入正轨，不需要你的参与。说完，我便带着念青进了屋，关上了门，将他的声音隔绝在门外，也将他的一切隔绝在我的生活之外。沈燕慈没有离开，依旧留在姑苏，依旧每日来我的桂花铺帮忙，只是不再主动和我说话，只是默默做事，默默守着我和念青。他慢慢学着揉面，学着做桂花糕，笨手笨脚的做坏了不少面团，浪费了不少桂花，却依旧不放弃。久而久之，竟也能做出模样周正的桂花糕，只是味道还差了些。他也记下了念青所有的喜好，每日都会给他带些小零食、小玩具，陪他去平江路逛市集，陪他在院子里放纸鸢，耐心十足，再也没有了往日世子的金贵和冷漠。念青终究是个孩子，面对父亲这般用心的陪伴，渐渐放下了隔阂，偶尔会喊他一声爹爹，每
每次听到沈燕慈都会开心得像个孩子，眉眼间的温柔藏都藏不住。我没有阻止，也没有鼓励，只是冷眼旁观。他终究是念青的父亲，血浓于水，我不能剥夺念青拥有父爱的权利。只是我再也回不去了，那颗被伤透的心再也经不起任何波澜。父女俩的关系终于缓和了，不容易啊。男主这追妻路还长着呢，女主心里肯定也有触动吧，只是不敢再信了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不知不觉我在姑苏已经住了3个月。桂花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我雇了2个伙计，也不用再事事亲力亲为，闲暇时便带着念青去逛姑苏的园林，去看太湖的风景，日子过得平静而惬意。沈燕慈依旧守在我们身边，温柔体贴有耐心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可我心里的那道坎始终跨不过去。晚香院的桂香散了，我们之间的情谊也散了。本以为日子会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，可沈清瑶还是找来了。那日，沈燕慈正在铺子里帮着装桂花酥，沈清瑶忽然冲了进来，一身素衣，头发微乱，一眼就看到了沈燕慈，立刻扑了过去，想抱住她，却被沈燕慈冷冷地躲开了。沈清瑶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谁让你来的？沈燕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语气冰冷，没有半分往日的纵容。沈清瑶看着沈燕慈，又看了看我，眼里满是怨毒和不甘，声音尖利：哥哥，你为了这个女人竟然躲到姑苏来，还放下世子的身段，在这里卖桂花糕，你值得吗？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你忘了是谁救了你吗？若不是我，你早就死在深山里了。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？我从未忘记你救过我，也正因如此，我才一次次包容你，可你却得寸进尺，一次次伤害晚清和念青。沈燕慈的语气带着失望，还有一丝寒心。清瑶，我只当你是妹妹，从未有过其他心思。你早点断了不该有的念想，回沈府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？沈清瑶笑了，笑得癫狂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我哪里执迷不悟了？我喜欢你，有错吗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你？为了你，我放弃了一切，可你却一心向着这个女人，我不甘心。他一步一步走向我，眼里满是恨意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都是你，苏婉清，若不是你，哥哥早就和我在一起了。都是你抢走了他，我要杀了你。说着，他从袖中掏出一根木质发钗，朝着我刺来，速度极快，我一时愣住，竟忘了躲闪。婉清，小心！沈燕慈大喊一声，立刻冲了过来，挡在我身前。那根发钗狠狠划在了他的胳膊上，瞬间渗出了血珠，染红了他的衣袖。侍卫很快赶来，拿下了沈清瑶，他依旧在大喊大叫，状若疯癫，嘴里还喊着我不甘心。我看着沈燕慈胳膊上的伤口，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转身去拿纱布和金疮药，走到他面前，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。指尖触碰到他的伤口，他微微一颤，却没有躲开。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我下意识地问道。沈燕慈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惊喜，仿佛忘了伤口的疼痛，声音都带着颤抖。婉清，你关心我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我回过神，立刻收回手，语气恢复了平淡，心里的那点慌乱也渐渐平复。只是多谢你救了我，仅此而已。沈燕慈眼里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，轻轻笑了笑，带着无尽的苦涩和落寞。终究还是讨不回你的欢心了。大夫来看过，只是皮外伤，无大碍，包扎好便行了，只是需要些时日静养。沈清瑶因蓄意伤人，虽未造成严重后果，可沈燕慈也彻底寒了心，不再念及旧情，让人将她送回沈府老家，交给族中长辈严加看管，永不得踏出沈府半步。这一次，他是真的放下了对沈清瑶的纵容。沈燕慈的伤口慢慢愈合，她看着我，终究还是开口了，语气里带着释然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。婉清，我知道，我无论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，我也知道，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。我不逼你，只求能偶尔看看念青，看着你过得好，便够了。我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念青终究是他的女儿，我不能太过自私。念青终究是你的女儿，你想来看她，随时都可以，只是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不要再来我的桂花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几日后，沈燕慈便离开了姑苏。离开前，他来看了念青，给他留下了许多东西，还有一封书信，让我转交给念青。又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有不舍，有悔恨，有祝福。最后，他转身走了，没有回头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消失在姑苏的桂香里，我心里没有丝毫喜悦，也没有丝毫悲伤，
只有一片平静。沈燕慈走后，那些匪夷所思的弹幕也彻底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出现过，就像沈燕慈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姑苏的满城桂香里。姑苏的日子依旧平静而充实，桂花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我又在平江路开了一家分店，雇了更多的伙计，不用再事事亲力亲为。闲暇时，便带着念青游历姑苏的山水，去寒山寺听钟，去太湖泛舟，去木渎逛古镇，日子过得惬意而自在。江景恒依旧常来光顾，他在姑苏的探亲期早过了，却借着打理家中茶庄的由头留了下来。他从不会说些暧昧的话，只是在我忙时默默搭把手，在念青放学时替我去接，带他去吃梅花糕，陪他在院子里放纸鸢，陪他做桂花糕。他的温柔像姑苏的桂香，平和而绵长，不疾不徐，却让人心安。我知道他的心思，只是从前的情伤像一道浅浅的疤，虽不疼了，却也让我不敢轻易触碰感情。江景恒似是知晓我的心思，从不多逼，只是以朋友的身份陪在身边，尊重我的一切选择。念青很喜欢他，总喊他江哥哥，有时还会拉着他的手说：江哥哥，你以后常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？娘亲做的桂花酥可好吃了，青青分你一半。每次听到这话，江景恒都会笑着点头，揉了揉念青的头，眼里满是宠溺。念青慢慢长大，越来越活泼开朗，他会偶尔问起沈燕慈，我会如实告诉他，爹爹在京城，心里是爱着他的，只是爹爹和娘亲不合适在一起，就像姑苏的桂树，不能栽在京城的庭院里。念青似懂非懂，却也不再追问，只是偶尔会收到沈燕慈从京城寄来的礼物和书信，心里满是对念青的思念和关心，说京城的桂树开了，想起了姑苏的桂香，想起了他爱吃的桂花糕，却从未提及我。念青收到书信后，会认真的给沈燕慈回信，告诉他自己在姑苏的生活，告诉他桂花铺的生意很好，娘亲做的桂花糕还是那么好吃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。我偶尔会带着念青去逛姑苏的各个角落，看遍世间美景，品尝各地美食。念青的眼界越来越开阔，性格也越来越开朗，脸上的笑容从未断过。我不再是那个被困在沈府里满心委屈的世子妃，而是姑苏平江路上独当一面开朗自信的苏娘子，是那个守着一家桂花铺，守着女儿，守着满城桂香的苏婉清。我学会了爱自己，学会了为自己而活，学会了放下过去的伤痛，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我知道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爱情，还有亲情，还有生活，还有这世间的万般美好。偶尔想起沈燕慈，心里也只是一片淡然，没有恨，也没有爱，只是觉得那是一段过往，一段教会我成长的过往。他的出现让我体会过爱情的甜蜜，也让我尝过委屈的滋味，而他的离开让我学会了独立，学会了坚强，学会了为自己而活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，总要经历一些伤痛，才能学会坚强，总要放下一些过往，才能拥抱未来。那些曾经的委屈和伤痛，终究会化作成长的养分，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那日中秋，姑苏的桂香格外浓郁，江景恒来邀我和念青去石湖赏桂，湖面波光粼粼，岸边桂树成林，香远益清。念青在岸边追着蝴蝶跑，江景恒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杯桂花酿，轻声道：婉清，姑苏的桂香年年有，我想陪你岁岁年年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等。等你真正放下过去，等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看着远处笑得开心的念青，看着满城的桂香，心里那道尘封已久的门似是被推开了一条缝，漏进了些许光亮。这些日子，他的陪伴，他的尊重，他的细心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或许我也可以试着放下过去，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接过桂花酿，抿了一口，清甜的桂香在嘴里散开，像姑苏的日子，温柔而绵长。江景恒也不催，只是陪着我，看着远处的念青，眼里满是温柔。往后余生，我会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爱念青，好好过好每一天。至于爱情，随缘就好，若是有缘，便携手同行，守着这满城桂香，岁岁年年。若是无缘，便独自美丽，守着我的桂花铺，守着我的女儿，守着这姑苏的山水，平安喜乐。而那些过往的伤痛，终究会被姑苏的桂香抚平，化作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。我第一次见到苏婉清，是在姑苏的平江路上。那时我因公差到姑苏，恰逢秋意正浓，桂香满城。他就站在一家小小的桂花糕摊前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衫，却笑得明媚，像姑苏秋日的阳光，像枝头最清甜的桂花。他的父母刚离世，独自守着一个小小的桂花糕摊讨生活，却没有半分怨怼。递桂花糕时，眉眼弯弯，声音清甜：公子，尝尝我的桂花糕，姑苏最香的。
我尝了一块，桂花的清甜在嘴里散开，软糯香甜，像她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灰暗的世界仿佛被这抹明媚的笑容，被这浓郁的桂香照亮了。那时我还是个不得志的士子，被兄弟排挤，被父亲忽视，心里满是压抑。是他的出现，让我感受到了温暖，感受到了世间的美好。我刻意靠近他，认识他，和他相处的日子轻松而快乐。他的明媚，他的坚韧，他的温柔，都深深吸引着我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这个姑苏的姑娘，爱上了这个像桂花一样清甜的姑娘。我不顾父母反对，执意娶她为妻。她出身平民，嫁给我这个京城士子，注定要承受许多非议。我心里愧疚，便想着一定要变得足够强大，才能护她周全，才能让她光明正大的做我的世子妃，不用受半点委屈。所以我收敛了自己的心意，不敢对她太过热情，怕树大招风，让她成为众矢之的。我亲手为她布置了晚香院，栽满桂树，告诉她桂香在，情谊就在。我想，等我真正掌握了权力，等一切安稳了，再好好补偿她，好好爱她，陪她看遍世间风景，陪她守着桂香，岁岁年年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成亲后，青瑶的身世忽然曝光。她从小救过我，我欠她一条命。看着她被京中人指指点点，孤苦无依的样子，我终究是不忍心，便多照拂了她几分。我以为只是暂时的，等青瑶缓过来，一切就会回到正轨。可我没想到，青瑶会变得如此敏感脆弱，如此依赖我，甚至做出许多莽撞的事情，伤害到了婉清和念青。我一次次包容她，一次次为她辩解，却忽略了婉清的感受，忽略了她的委屈，忽略了她眼底的失望。我总以为婉清会懂我，会等我，却忘了人心是会凉的，桂花的香会散，情谊也会散，失望攒够了就会离开。当婉清拿出和离书，执意要走时，我才慌了，我才发现，我早已习惯了她的存在，习惯了她的温柔，习惯了她身上的桂香，习惯了她在我身边的日子。我不能失去她，不能失去这个照亮我世界的姑娘。我疯了一样找她，追到姑苏，放下世子的身段，陪她开桂花铺，学着做桂花糕，学着做一个好爹爹。只是想弥补她，想让她回心转意，想让她知道我是真的爱她。可我知道我伤她太深，她的心已经死了，无论我做什么都回不去了。晚香院的桂树还在，可那份情谊终究散了。姑苏的桂香再浓，也暖不了她那颗被伤透的心。青瑶的出现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内心，也让我彻底寒了心。我为了救婉清，被发钗划伤，那一刻我只想着不能让她受伤害，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也只是说了一句多谢，仅此而已。我知道我终究是失去她了，失去了那个曾经满眼都是我的姑苏姑娘，失去了那个我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人，失去了那抹明媚的笑容，失去了那缕清甜的桂香。离开姑苏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看，看了看平江路上的晚清桂花铺，看了看那个我深爱了多年的姑娘，看了看我的女儿，心里满是遗憾和悔恨。姑苏的桂香依旧浓郁，却再也暖不了我的心。那满城的桂香成了我这辈子最深的执念，也成了我这辈子最痛的遗憾。若是当初我能多在乎她一点，多护着她一点，不被青瑶牵绊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是不是晚香院的桂香会一直散着？是不是我们会陪着念青，守着桂香，岁岁年年？只是世上没有后悔药，我能做的只有默默祝福她，祝福她往后余生平安喜乐，幸福安康，祝福她能守着姑苏的桂香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回到京城后，我遣散了身边的莺莺燕燕，一心打理沈府的事务。只是在我的府邸里，特意栽种了一片桂树，
取名念清苑。每逢中秋，便会做桂花糕，却终究做不出姑苏的味道，做不出晚清的味道。后来我听闻他在姑苏过得很好，桂花铺越开越大，成为了姑苏城里最有名的桂花铺。他身边有了温柔体贴的人陪伴，念青也越来越开朗懂事，笑得像他一样明媚。我心里酸涩，却也为他开心，他值得更好的，值得被人用心呵护，值得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，值得守着这满城桂香岁岁年年。而我只能守着对他的思念，守着沈府的责任，守着念清苑的桂树，孤独终老。是我薄他，是我负他，我有悔，却也无力回天。唯愿他岁岁年年桂香相伴，平安喜乐，一生顺遂。唯愿姑苏的桂香能护他一世安稳，护他一生欢喜。